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讲关于马斯克和推特的故事。上次讲到2022年4月，马斯克正式向推特董事会提交了440亿美元的收购提案，但是之后他发现推特的运营状况很有问题，市值可能只值自己出价的一半。他开始感觉到自己深陷泥潭。2022年5月13日凌晨4点，马斯克在推特上突然发文，推特交易暂时搁置，等待推特提供垃圾账户占比低于 5% 的详细支持数据。这一消息直接导致推特股价在盘前交易中暴跌 20%。他的律师和顾问们紧急警告他，公开宣布交易暂停可能会引发法律风险。但2个小时后，他又发了一条推文，仍然致力于完成收购。这一举动让外界更加困惑。从那天起，他的态度开始在极端兴奋和愤怒之间来回摆动。他有时会兴奋地谈论如何把推特变成一个万能应用，整合支付和优质内容，甚至认为它可以拯救民主。但过一会儿，他又会大发雷霆，威胁要起诉推特管理层，并试图取消整个交易。未来的几个月，他将在坚定推进和极力逃避之间不断摇摆，而推特的命运也悬于他的决定之上。为了更好地评估推特的财务状况，他请来了前eBay和英特尔的 CEO 鲍勃·斯旺，希望对收购的财务模型进行重新计算。但斯旺的分析结果让他极为不满。斯旺接受了推特的财务报表数据，只是在估值上做了一点折扣，并得出了相对乐观的财务预测。马斯克当场质疑，如果你能面无表情地把这个方案讲给我听，那你可能就不是合适的人选。斯旺毫不犹豫地回答，既然我已经这样做了，那你说的对，我确实不合适。随后他直接辞职，离开了马斯克的团队。马斯克再次向老朋友前特斯拉董事会成员安东尼奥·格拉西亚斯求助。格拉西亚斯正和孩子们在欧洲度假，接到电话后，他同意召集一个团队对推特的财务状况进行彻底调查。他找来了投资银行家罗伯特·斯蒂尔，并直接问马斯克，你的目标是什么？是彻底退出，还是想要重新议价？马斯克的回答是，我想降价买下推特。虽然这么说，但他的内心里仍然有些犹豫。有时他甚至希望整个交易能就这样消失，但他又不愿意直接承认这一点。与此同时，马斯克的团队要求推特提供关于垃圾账户的数据。他们认为推特声称的垃圾账号占比低于 5%， 完全是虚假的。推特管理层提供了一批庞大的数据集，但马斯克的团队认为这些数据格式混乱，难以解读，无法用来进行独立评估，这成为他正式宣布退出交易的借口。他的律师团队起草声明，近2个月来，马斯克一直在要求数据，以便独立评估虚假和垃圾账号的比例。但推特的拒绝意味着马斯克有权终止并购协议。推特的管理层立刻提起诉讼，指控马斯克拒绝履行对推特及其股东的义务，仅仅因为这笔交易不再符合他的个人利益。这场诉讼被提交到特拉华州横平法院，这是美国首屈一指的商务法院。法官凯瑟琳·麦考立刻定下了10月的开庭日期。马斯克的律师团队试图让他冷静下来，不要在推特上发布任何可能影响案件的言论。可是不到10分钟，马斯克就在推特上连发数条信息，几乎是公然无视律师的建议。马斯克的不稳定推文不仅限于推特交易，他在当年的8月突然发了一条推文，我要买下曼联，别客气。曼联就是著名的英国曼彻斯特足球俱乐部，这让整个曼联球迷圈沸腾了，股价一度上涨。马斯克的商业经理博查尔立刻给律师团队的斯皮罗打电话，问这算不算违规披露。斯皮罗立刻问马斯克，你真的要买曼联吗？结果马斯克承认自己只是随口开个玩笑，他不得不追加一条推文澄清，不，这只是个梗，我不打算买任何球队。这时好莱坞经纪人阿里·伊曼纽尔决定介入，他是推特的长期投资者之一，同时也是马斯克的老朋友。伊曼纽尔认为交易的僵局需要被打破，他愿意充当中间人。他邀请马斯克去希腊米科诺斯岛度假，在那里2人进行了深入交谈。伊曼纽尔问马斯克，
你愿意以多少钱完成这笔交易？马斯克随口回答，也许一半的价格，但推特的董事会甚至懒得回应这个提议。尽管谈判未能达成实质性进展，伊曼纽尔仍然试图促成和解。他告诉推特的董事埃贡·杜尔班，如果马斯克愿意支付略低于原价的金额，是否有可能达成协议？但杜尔班态度强硬，不愿妥协。然而，随着开庭日期的临近，一些推特董事会成员开始担心官司的风险，他们同意启动非正式和解谈判，以避免法院判决带来的不确定性。马斯克的法律团队一直在评估胜算，他们认为推特的财务状况远比管理层披露的要糟糕，甚至有举报人提供证据表明推特存在严重的安全漏洞和用户数据造假问题，这让马斯克一度信心大增。他对律师团队说，他们现在已经吓得不敢动了，但同时他也知道，如果案件走向审判，推特的法律团队会全力以赴，而法院可能会强制执行交易。9月底，马斯克的律师明确告诉他，如果你把官司打到底，输的可能性很大。马斯克意识到这场官司可能不会按他希望的方式发展，最终他决定撤回上诉，按原计划以每股54.2美元的价格完成交易。这是上面提到的那个好莱坞经纪人伊曼纽尔又找到了马斯克，他提出希望让他的公司 Endeavor 接管推特的日常运营，负责削减成本、优化管理，并改善与广告商的关系，而马斯克可以专注于技术和产品开发。作为交换，他希望能收取1亿美元的管理费。马斯克的团队听到这个提议后，觉得这简直是最荒唐的要求，但马斯克本人并没有直接表示出愤怒的情绪，而是耐心地回绝了他。推特是一家科技公司，而不是一家广告公司，我需要亲自管理它。伊曼纽尔试图反驳，称管理可以外包，技术开发可以留在内部，但马斯克的态度很坚定，工程驱动产品，产品驱动公司，这就是我管理公司的方式。最终，马斯克坚持自己亲自掌舵推特，他已经投入了这场战斗，准备好要迎接接下来的风暴。2022年10月底，在正式接管推特前的几天，马斯克的情绪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有时他对能够按自己的设想来改造推特而感到兴奋，但没过几天，他的情绪却变得很低落。他说，我要住在推特总部了，这件事太难了，真的让我很沮丧。10月26日，马斯克来到旧金山的推特总部，他的到来本该是一场正式的交接，但他却以戏剧性的方式出现了。他手里抱着一个洗手池进入公司总部，笑着大喊，让这一切沉淀一下 Let that sink in。 这是他一贯喜欢的双关幽默，但对于等待迎接他的推特管理层来说，这一幕多少有些意味深长。推特的 CEO 阿格拉瓦尔在2楼的会议大厅迎接他，他试图保持乐观的情绪，说伊隆可以激励人们做超越自我的事情，但站在他旁边的首席财务官西格尔却显得有些紧张。毕竟几个月前，他和马斯克有过一场不愉快的会议。进入大楼后，马斯克四处走动，观察着这个他即将接管的公司。这座建于1937年的10层大楼，经过现代化改造后，配备了咖啡吧、瑜伽室、健身房和游戏机厅、9楼的餐厅，甚至能俯瞰旧金山市政厅。员工们可以免费享用手工汉堡、素食沙拉等美食。而洗手间的标语写着欢迎性别多样性。在翻找公司纪念品时，他拿起了一件印有保持觉醒 Stay Woke 字样的 T 恤，充满调侃地举起它，暗示这家公司已被觉醒文化所感染。而当他听到推特员工强调心理安全的重要性时，他发出了一声苦笑。在他看来，心理安全意味着缺乏紧迫感，意味着安于现状，而他更喜欢的词是硬核 hardcore， 挑战、奋斗和压力才是他认为应有的工作方式。这种文化差异就像一个牛仔闯进了星巴克。尽管交易尚未完成，但马斯克已经迫不及待地召开了一场产品评审会议。他表示，推特应该成为一个内容创作者可以直接盈利的平台，一种让用户可以轻松进行小额支付观看视频或阅读文章的方式。在他看来，推特未来的主要竞争对手将不是脸书或 Instagram，
而是 Substack， 一个专注于独立创作者的订阅平台。在会议间隙，马斯克走到10楼的咖啡吧，发现几乎没有员工在办公，尽管是星期三的下午，工位却大多空荡荡。马斯克问旁边的人，得知员工们都在远程办公，他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耐烦。当他终于遇到了一些员工时，他并没有寒暄，而是问了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问题：你能把这杯咖啡加热到超级烫吗？如果不够烫，我会喝得太快。这番话让现场一度陷入尴尬的沉默。很快，一名女性员工站出来，直接问了一个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你会解雇我们75%的人吗？马斯克停顿了一下，微笑着回答：不，这不是我说的，这种匿名的胡说八道必须停止。但事实证明，这个传闻并非空穴来风。在接下来的3周内，75%的裁员幅度几乎变成了现实。与此同时，在2楼的会议室里，一群来自特斯拉和 SpaceX 的工程师们正在审查推特的代码。他们不是普通访客，而是马斯克的核心技术团队，正在秘密评估哪些员工值得留下，哪些人可能被解雇。另一边，银行家和律师们也在紧张地计算收购资金。在交易的最后阶段，推特的联合创始人杰克多西表现得相当矛盾。最初，他支持马斯克收购推特，但最近几周，他开始对这场闹剧感到不安。他担心马斯克会毁掉自己一手创立的公司，同时也在犹豫是否将自己的股份转换为新公司的股权。为了安抚他，马斯克几乎每天都打电话向他保证自己不会伤害推特。推特原定于2022年10月28日星期五完成交易。按照推特管理层的安排，这一天资金会转移，股票会退市，所有程序都将有序进行。而对于推特的高管们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日子。他们不仅可以领取丰厚的遣散费，还能让手中的股票期权生效。然而马斯克并不打算按部就班地完成交易，他和他的团队悄悄制定了一个计划，要在星期四晚上，也就是10月27日提前完成收购，以此打破推特高层的如意算盘。这个计划带着几分商战中的柔道技巧，利用对手的惯性瞬间改变局势。只要在周四晚上收购完成，马斯克就可以在期权生效之前解雇推特的管理层，省下大笔开支。这个计划不仅冷酷无情，而且充满了戏剧性。在马斯克看来，这不仅是节省成本的问题，更是一场精心布局的战术行动，就像他喜欢的电子游戏里的精准打击。这次突袭的总指挥是马斯克的长期律师亚历克斯·斯皮罗。斯皮罗是个精力旺盛、幽默风趣的法律高手，从2018年起变成了马斯克的得力助手。马斯克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对任何自信心超过能力的人要保持警惕。而斯皮罗既有能力又超级自信，这使得马斯克既依赖他又时刻保持警觉。马斯克在会议室里来回踱步，不时抛出关键问题：我们能在最后签字前就解雇他们吗？斯皮罗的回答是：我宁愿在一切完成前就解雇他们。整个下午，他们的团队一边核实法律细节，一边等待联邦储备银行的参考号码，确认资金是否转移成功。美国西部时间下午4点12分，一切就绪，资金已到位，必要的文件已签署。马斯克毫不犹豫地按下了终局键，正式完成交易。他的长期助理巴拉哈迪亚亲自递交了解雇信，目标直指推特的几位核心高管 CEO 阿格拉瓦尔、CFO 西格尔、首席法律官加德以及总法律顾问埃杰特。仅仅6分钟后，安全负责人来报告这些高管已被带出大楼，他们的公司邮箱权限也已被切断。这个细节看似微不足道，却是计划的关键一步。阿格拉瓦尔本打算在权力交接后主动辞职，他甚至已经准备好了一封辞职信，只等按下发送键。但当他的推特邮箱被封锁时，他不得不花时间将文件转发到自己的谷歌邮箱。而在这短短几分钟里，他已经被马斯克解雇了。马斯克听说后，轻描淡写的评价他试图辞职，但我们先下手了。法律顾问斯皮罗在一旁也点头说，动作够快。马斯克并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太久，他在完成收购的几分钟后，
便开始进行第一个产品调整。一直以来，当人们访问推特时，首页首先会弹出登录界面，而马斯克认为这不利于吸引新用户。他的决定是让所有访客直接进入探索页面，看到当下最热门的内容。他立刻联系了负责这一部分的年轻工程师达拉姆西，要求尽快修改。达拉姆西当时正在印度探亲，正在返回美国的航班上。他本想等到周一到办公室再处理，但马斯克的命令很明确，立即更改。于是他利用飞机上的 WiFi， 在飞行途中就完成了代码更新。后来他感叹，过去我们花了很久去考虑各种可能的新功能，但从未有人拍板做决定。现在突然之间，我们有了一个迅速决策的人。马斯克给推特带来了他的核心技术团队，而其中最核心的3个人被称为三剑客。这3个人中，2个是他的表弟詹姆斯·马斯克和安德鲁·马斯克，还有一个是他们在旅途中结识的计算机天才罗斯诺丁。詹姆斯·马斯克是特斯拉自动驾驶团队的工程师，负责神经网络和自动驾驶数据分析。当伊隆打电话让他来推特帮忙时，他本来犹豫了一下，因为那周末是他女朋友的生日，但他的女朋友鼓励他接下了这个责任。詹姆斯的弟弟安德鲁·马斯克则是神经链接公司的软件工程师，他们兄弟俩小时候都是南非的板球冠军，同时也对工程学充满热情。伊隆资助了他们的大学学费，而他们最终也进入了科技行业，追随他的步伐。而他们的朋友罗斯诺丁是一个来自威斯康星的程序员，他身材瘦弱，曾是一个流浪的数字游民，靠远程编程四处旅行。在旅途中和詹姆斯·马斯克结识，并一起走进了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团队。在推特总部，这支小团队的任务是评估推特现有的2000多名工程师，判断谁应该留下，谁将被解雇。对于一群20几岁的年轻工程师来说，这无疑是个尴尬又大胆的任务。他们要决定哪些人真正有价值，而这一过程并没有一个现成的标准。马斯克制定的第一个评估方式是通过代码量来筛选，搜索一下，看看谁在过去1个月内写了超过100行代码。为了找到答案，他们求助于推特的一名年轻工程师本·圣苏西。詹姆斯拨通了他的电话，把他放在免提上，直接问：“你有每个人的代码提交数据吗？”本迅速回应：“我有每个人的插入和删除列表。”这让他们兴奋不已，立刻着手整理这些数据。当本听到马斯克的声音时，他明显有些震惊。他没想到自己的新老板会亲自参与代码审查，而就是这次偶然的交流，让本意外进入了推特的新核心圈子。第二天早上，推特正式属于马斯克，而三剑客则前往9楼的咖啡厅，在阳光下享用免费的早餐。本·圣苏西也在那里，他已经从一个普通的推特工程师变成了核心团队的成员。他向团队提出自己的看法：个人很重要，但团队也同样重要。与其单独挑选优秀的程序员，我认为找到那些合作得最好的团队更关键。这番话引起了讨论。达瓦尔·施罗夫，一个曾在特斯拉负责 AI 自动驾驶的工程师，也表示赞同。他们都意识到，在马斯克高压改革的推动下，团队合作和个人能力同样重要。与此同时，推特内部和外界都在关注马斯克是否会找人来协助管理公司。推特是一家社交媒体平台，而马斯克的主要经验在于硬件和工程管理，因此许多人认为他需要一位有经验的高管来协助运营。但马斯克并不打算放权，他在特斯拉和 SpaceX 都牢牢掌控着产品和工程，而推特也不例外。他告诉团队，他愿意直接管理超过20个下属，并要求所有核心工程师每天都在10楼的开放式办公区工作，以便随时交流。他不希望推特成为一家公司，而是要让它成为自己的游乐场。与此同时，三剑客和来自特斯拉、SpaceX 的30多名工程师开始执行大规模裁员计划。马斯克认为，推特的工程团队远远过于臃肿。他计算了一笔账，如果推特的2500名工程师每人每天都写3行代码，1年就应该能写出300万行代码，这足够开发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但现实是，这家公司并没有产生应有的技术成果。他认为这里有严重的问题。他的目标是将推特的工程团队削减到150人，和特斯拉自动驾驶团队的人数相当。
这一决定让在场的许多人震惊，甚至他的律师斯皮罗也试图劝阻。推特有些工作不需要天才的编程技能，比如管理和销售，裁掉这么多人可能会让系统崩溃。但马斯克毫不动摇，他不仅要削减开支，更希望推特成为一支极端高效的精英团队。推特的管理层试图争取时间，他们警告说，如果在11月1日前裁员，推特可能会面临违反劳动合同的法律风险，甚至会被加州政府罚款。尽管马斯克本想立刻执行计划，但最终他让步，同意推迟到11月3日。那一天，推特的一半员工被裁员，包括基础设施团队的90%，他们的公司电脑和邮件权限被立即切断，而人力资源部门的大部分人员也遭到解雇。这只是第一轮裁员，接下来的几周还会有更多的调整和动荡。马斯克的这场收购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而推特的未来才刚刚开始。他的改革究竟会带领推特走向辉煌，还是引发更大的混乱？这一切，时间会给出答案。